你相信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付出到什么程度吗？琳琳问我。那一刻，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手中攥着那张医院账单，内心翻涌着无数个为什么，妻子的秘密，还有那个我永远也想不到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初夏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正专注地处理着一份合同文件，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银行卡消费提醒的短信映入眼帘。我随意瞥了一眼，却瞬间愣住了。这笔来自省人民医院的消费记录，居然是从张彤的卡上扣除的。我叫廖凯，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3年前，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彤。那是一个闲适的周末下午，在城市最有格调的咖啡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安静地坐在落地窗边，微风轻轻拂动她的发梢，阳光在她清秀的侧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那一刻的画面，像是定格在我记忆深处的一幅油画。你好，我是张彤，她轻声说道，声音温柔得像春天的微风，让人莫名心安。那时的我完全想不到，这个温婉的女孩会在3年后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谜题。也许正是这种单纯而真诚的气质打动了我。短短3个月后，我们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张彤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性格温和，待人真诚。他总是充满热情地跟我分享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那些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故事，总能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凯，你知道吗？今天小明特意给我折了一朵纸玫瑰，说要感谢我教会他写作文。某个深夜，他靠在沙发上，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我放下手中永远处理不完的工作，转头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心里涌上一阵暖意。这种温暖是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时最温柔的慰藉。结婚后，我依旧保持着创业时的拼搏劲头，每天早出晚归，经常出差，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着家。而张彤却总是体贴地理解我，从不抱怨。老公，我给你准备了保温饭盒，记得按时吃饭。每次出差，他都会细心地为我准备这些，即使我们聚少离多，他也从不让我感到愧疚。张彤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他像一只渴望自由的小鸟，总想飞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虽然我因为工作原因很少能陪他一起去，但我总是支持他的兴趣，毕竟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老公，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丽江吗？那里的古城很美的。我看攻略说。她眨着眼睛，像个撒娇的小女孩。我宠溺地刮了刮她的鼻子。你去吧，我这边还有个项目要处理，记得多拍些照片给我看。就这样，我们的婚姻生活平静而温馨地进行着。直到去年年底，我突然查出了胃病，需要做手术。这个意外打破了生活的平静。那天查出检查结果时，张彤的眼睛瞬间就红了。她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老公，一定没事的，我们一起面对，不要担心，只是一个小手术。”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但心里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忐忑。最后，手术很成功。在医院休养的那段时间，成了我们感情升温的重要时刻。张彤请了整整2周的假来照顾我，细心地照料我的饮食起居，连打针吃药的时间都记得比护士还要清楚。张老师，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病人就行了。护士小张经常这样劝他，但他总是摇头。没事，
我不累，我想多陪陪他。那段时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在病痛中也能感受到幸福。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他温柔的笑容，所有的不适似乎都能被治愈。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时，变故悄然而至。今年春天，张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琳琳的导游。琳琳是个开朗活泼的姑娘，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各地的旅游攻略。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经常在网上聊天，讨论旅行的事。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这段新的友谊。张彤性格温和，一直缺少知心的闺蜜，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好事。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小心翼翼地跟我提起了一个请求：“老公，琳琳说海南现在的天气特别好，想邀请我去玩几天，你觉得怎么样？”她的语气中带着期待，却又似乎有些忐忑。我正在看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你想去就去吧，反正现在是暑假。”“真的吗？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琳琳。”她开心地跑去打电话了。看着她雀跃的背影，我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笑意。就这样，张彤踏上了她的海南之旅。每天，她都会给我发一些当地的照片和视频，有椰林海滩，有海鲜大餐，还有她和琳琳的自拍。“老公，这里的椰子真的很新鲜，你看这片沙滩是不是特别漂亮？今天去吃了海南4大名菜，真的太好吃了。”看着他发来的信息，我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快乐。然而，就在他旅行的第3天，我收到了那条令人困惑的短信：“省人民医院的消费记录，他不是在海南吗？”带着疑惑，我打电话给张彤，电话那头传来海浪的声音，还有他一如既往温柔的声音：“老公，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玩得开心吗？”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自然。“特别开心，琳琳带我去了一个很棒的海鲜市场，这里的海鲜真的很新鲜。”听着她熟悉的声音，我却感到一阵陌生，这种感觉很不好，就像是被蒙在鼓里，却又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挂了电话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那条短信发呆。几天后，我决定去医院调查。走进医院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厉害，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在医院的收费处，我以张彤丈夫的身份询问那天的消费记录。年轻的收费员核对了信息后，告诉我那是一笔住院费用，病人是一位叫周昂的男士。周昂这个名字像一记重锤击中了我的心脏。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张彤的初恋男友，在我们相亲之前分手了。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张彤在我们谈婚论嫁时就坦白告诉过我，但为什么现在他要替他付住院费，而且还要瞒着我？走出医院时，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夏日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却让我感到一阵阵发冷。各种猜测在我脑海中翻腾。他是不是还爱着周昂？他们是不是一直有联系？这些年来，我是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等张彤从海南回来后，我没有立即询问这件事，我想看看他会不会主动告诉我，但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着日常生活。每天早上为我准备早餐，晚上回来给我讲述学校里的趣事。今天小雨交了一篇特别有意思的作文，她还是那样温柔地说着话，眼神里满是往常的真诚。看着她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那张医院账单，我永远也不会想到我的妻子会对我有所隐瞒。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在又一次听她讲述海南见闻后，我忍不住了。张彤，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我把银行卡的消费记录拿给他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指微微颤抖。我能解释，解释什么？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解释你在海南旅游的时候，还能神奇地在本地医院消费，还是解释为什么要给周昂付住院费？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的眼泪开始往下掉，声音哽咽。周昂他得了重病，所以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冷冷地问。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现在你是我的妻子，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可是他没有家人在身边，也没有人照顾。他低着头，泪水打湿了睡衣。所以你就要骗我，你就要在跟闺蜜旅游的时候偷偷回来照顾她。我的怒气已经压制不住了。张彤，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丈夫啊！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下了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那一刻，我忽然感觉我们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墙，这道墙让我看不清他的心，也让我质疑起这些年的婚姻。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开始了冷战。我搬去了书房睡，每天早出晚归，尽量避免和他见面。公司的同事都说我这段时间情绪不对，工作也经常出错，但我能怎么办？我的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崩塌了。晚上，我常常失眠，躺在书房的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回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专注工作，忽视了他的感受，还是说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我？也许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糟。我经常这样安慰自己，但内心的不安和怀疑却越来越强烈。他还是每天会给我准备早餐，但我总是等他离开后才去厨房。有时候我能从他留下的字条上看到泪水的痕迹。老公，粥可能有点凉了，要记得热一下。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去医院看个究竟。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能让张彤做出这样的选择。来到医院，我按照收费记录上的信息找到了周昂的病房。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也许是他们私会的场景，也许是更让我心碎的真相。站在病房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彻底愣在了原地。病房里，周昂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显然病得不轻。而在他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大约7、8岁的样子。那个孩子长得跟张彤年轻时的照片简直一模一样。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跳似乎都停止了。就在这时，张彤从病房的洗手间里走了出来，看到我，他惊慌地愣住了，然后快步走到我面前。对不起，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他的声音在颤抖。这是周昂的儿子，也是我的孩子。这句话像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我，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双腿发软，不得不扶着墙才能站稳。原来，在我们结婚之前，张彤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因为种种原因，孩子一直跟着周昂生活。周昂后来患上了重病，而张彤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人照顾，所以一直在暗中帮助他们。这次所谓的海南旅行，也不过是他用来掩饰的借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的声音有些嘶哑，努力控制着情绪。我怕你接受不了。他低着头，泪水不停地往下掉。我也怕失去你。这时，那个小男孩怯生生地走了过来，仰起头看着我。叔叔，你不要怪妈妈。听到妈妈这个词，我的心猛地抽痛了一下。看着这个与张彤如此相像的小男孩，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每次看到学生叫他张老师时，他的眼神中总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感伤。转身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医院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走着，思绪纷乱如麻。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廖先生，我是琳琳。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琳琳。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些事。是的，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很困惑，但请您听我说。电话那头，琳琳的声音很认真。这次海南之行其实是张彤为了给周昂筹医药费而接的一个兼职导游工作，他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多赚一些钱。他完全可以跟我说的，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我苦涩地说。他说，您对他太好了，他不想让您承担这些。琳琳顿了顿，而且他一直在害怕您知道真相后会离开他。听着琳琳的话，我的心情越发复杂。原来张彤不是真的在旅游，而是在当地做导游赚钱。那些他发给我的照片和视频，都是工作的间隙抽空拍的。想到他一个人在异地打工的场景，我的心突然揪了起来。其实，琳琳继续说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劝他告诉您真相。张彤说您生病住院的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失去至亲的痛苦。所以当他知道周昂生病时，虽然他们早已没有感情，但想到孩子可能会失去父亲，我站在医院门口，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爱一个人，不仅仅是享受他的美好，更要包容他的过去，理解他的选择。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张彤正坐在客厅里，看起来一夜没睡，眼睛红肿得厉害。看到我回来，他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站了起来。我们谈谈吧，我说。接下来的谈话持续了整整1个下午。张彤告诉了我他的全部故事，关于那个不够成熟的年少时光，关于那个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关于这些年来的愧疚和思念。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不懂得为未来负责。他哭着说，后来周昂的父母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所以你选择让孩子跟着他。我轻声问。他点点头。我知道这样对孩子很不公平，但我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关注着他们，直到遇见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走过去抱住他。傻瓜，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们就不用经历这些痛苦了。他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我真的很怕你会嫌弃我，怕你会离开我。傻丫头，我轻抚着他的后背。我们是夫妻呀，你的过去就是我的过去，你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后来，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周昂和小朋友，看着张彤温柔地摸着孩子的头，我的心里没有了最初的那种愤怒和不安，有的只是心疼和理解。孩子很聪明，也很懂事，叫了我廖叔叔。我蹲下身，平视着他的眼睛。以后想来我们家玩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周昂的病情在精心治疗下逐渐好转，他也找到了新的工作，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则经常来我们家做客。每次看到他天真的笑容，我就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考验，而我们终于学会了用理解和包容去面对。现在，张彤依然保持着对旅行的热爱，只是这次，我决定多抽出一些时间陪他一起去，因为我明白，他的旅行不仅仅是对风景的向往，更是一种治愈和释放。有时候想想，婚姻就像一场旅行，途中会遇到各种意外和困难，有时甚至会迷失方向。
但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对方，愿意一起面对，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琳琳曾经问过我的那个问题：你相信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付出到什么程度吗？现在我终于有了答案。爱一个人，就是愿意理解他的全部，包括那些不愿提起的过往、不为人知的付出和心底最深的恐惧。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是在风雨中相互扶持的现实。生活给了我们一个微笑的孩子，给了我一个有着不完美过去却依然真诚的妻子，而我也在这场风波中学会了更深刻的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